最后我给了女神200万，只因我们是一起买的彩票，而我中了5000万。我千叮万嘱让女神不要跟我家里说，她嘴里说着，转身却告诉了我哥。我哥让我拿钱给他买房娶老婆，我不同意。家里人最大的绑架我，还利用直播导致我被网暴，他们却把我锁在屋里活活饿死，又把我的尸体砌在了新盖的房子里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彩票开奖这天。庄必凡，你中奖了吗？柳如烟拿着手里的彩票走近我，看着柳如烟走近，我装作不在意，继续整理行李。这么小的几率，我怎么可能中呢？哦，是吗？我把东西都打包完了，抬起头直视柳如烟的眼睛。对啊，那你彩票呢？我没看你拿出来。上一世好像也是这样，是柳如烟拉着我找到我的彩票，然后一一来核对的。中奖后，她比我还激动，但是笑容又很快消失，因为是一时兴起走进了那家彩票店，所以我们都要的是随机击打彩票。彩票递过来的时候是柳如烟先选的，但没想到我会中5000万。我想大概是从柳如烟笑容消失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开始对我有了算计。她怎么能满足我只给她200万呢？毕竟在她眼里，她只差一步就可以得到我的彩票，那么所有的钱都应该是她的才对。丢垃圾桶了，你要不要去找找看？柳如烟到底是没去。第二天我们就收拾好东西要各奔东西。上一世因为我中奖了，柳如烟说她亲戚在她家小区有空房子，我想着女神都这么邀请，自然就住在了她家楼下，还多付了房租，方便我更好的追求她。但是这次面对她的邀请，我拒绝了。我没钱住更好的房子了，就找了一个青旅，一天只要50元呢，还可以日付。庄必凡，我怎么觉得从昨天开始你就怪怪的？你该不会真的中奖了吧？我要是中奖了，我还这么苦逼住青旅吗？你这么说了，要不我们再去买一张彩票，万一就改变命运了呢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没给我看彩票号码，我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东西。别讲了，你这样漂亮的人，到时候随便找个有钱人，那不比中彩票容易？我又不是那种女生。我没拆穿她，而是在她走后，转手给我哥打了一个电话。哥，我同学好像喜欢你，就是我们班的班花柳如烟，你见了她别说是我跟你说的，她害羞。在青旅住着打掩护，我全副武装去兑了奖，看着税后到手的4000万，这次我捐了1000万，然后把剩下的3000万分别存在了不同的银行。我没去签了3方的工作，而是开始着手出国的事业。可没想到，我正在青旅看书时，柳如烟还是先找了过来。庄必凡，我听老师说你毁约了，为什么？我想考研。你该不会是中了奖想出国吧？我什么家庭啊，还能出国？对了，你哥最近来找你了吗？前一世作为班里的团支书，柳如烟对我的家庭最了解了。我上大学是贷款和依靠奖学金的，会填很多资料。她知道我有个偏心压榨我的父母，有个不学无术啃老还想啃弟弟的哥哥。可她呢，一边说着让我远离原生家庭，一边又把我推到了火坑里。我哥变好了，找了一个大厂的工作，现在年薪30万呢，听说还有挺多人追的。是吗？我翻开手机递给柳如烟，我哥的朋友圈不仅有工作的照片，还有晒着车的照片。这是什么车啊？我看不懂标志。这是保时捷，100多万。这么吓人吗？他才年薪30万，怎么能买这么贵的车？是不是突然有钱了？庄必凡，我看到我们买彩票的那家店拉着横幅说有人中了5000万，你说会是谁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每天那么多人去买。庄必凡，我问了彩票店老板中奖人的信息。我愣了一下。庄必凡，你在害怕什么？可能是想起了前世我已经给了他200万，他还是要害死我的事情，想到我被活活饿死，绝望感和无力感让我哪怕是真回来了，还是会忍不住的发抖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是不是他也跟我一起重生了？不然为什么他对我彩票中不中这件事这么感兴趣呢？我可以直接拿着钱一走了之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可他们却得不到任何的惩罚和报应，这不公平。我就是要把我所经历的痛苦全部还给他们。柳如烟，其实我撒谎了。上一世我千叮万嘱让他不要告诉我家里人，结果他还是告诉了我哥，造成了我的悲惨死亡。那么这一次，我不仅要告诉他，我还要转移矛盾。你是说钱被你哥拿走了？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就连我爸妈都没说。但你是我们班的团支书，我不忍心骗你。可是你哥不是失信人员吗？他怎么有银行卡？柳如烟很疑惑，表面是在安慰我，但我看到他眼底流露出的是贪婪。所以我还有一个秘密，钱在我的银行卡里啊！柳如烟失声叫了出来，我看到他的表情变得很兴奋。庄必凡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当然，我之前还在想，要是我中奖了，我肯定要给你200万的，感谢你上学对我的照顾。可是我的卡被我哥拿走了，你也知道我哥那个人不学无术的，拿着钱只会挥霍。我假装叹气，但是柳如烟却一反常态问道：“我能再看看你哥的朋友圈吗？”我点头，把手机递了过去。柳如烟看了看，快速记下了我哥的微信号，就告辞了。下一步，柳如烟肯定是想勾搭我哥了，正中我下怀。妈，我同学又给我钱花了，我转给你们，你们快给我哥，可不能苦了我们家唯一的哥哥。这几天柳如烟没来找我，但从朋友圈里看得出来，她应该跟我哥庄大成打得火热。这天晚上，庄大成又找到了我青旅的地方，我悄悄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，我还没走近他就要扇我巴掌，被我侧身躲过。哥，你干嘛？小可爱，老子钱都花没了。我告诉过他，追富家千金就要舍得花钱，但是钱从哪里来呢？当然是网贷。我还给他说了好多个给身份证就直接秒通过的网贷，但架不住他信誉不好，借不出太多钱，所以他还想在柳如烟面前充面子的话，就需要更多的钱了。可是我也没有钱啊。没钱你做鸭啊，挺多富婆喜欢你这样的，冰火两重天，你会不会？哥，这怎么想？庄大成走上前一步，拉着我就要走，但这里人来人往的，他也不敢放肆。我挣开他的手，那我把柳如烟刚给我转的5000块给你吧。他给你钱？柳如烟是我们班支书嘛，人很好的，上学经常资助同学。在庄大成要走时，我又喊住他，塞给了他一张名片。哥哥，这里有联系方式，借10万，一天的利息才100块钱。庄大成眼睛亮了亮，冷哼了一声就走了。柳如烟却约我一起买衣服，我才想起是到同学聚会了。他整个人容光焕发，我也笑了笑，挺好的，鱼儿上钩了。班花，你最近气色真好。哦，是吗？可能是恋爱让人心情愉快吧。你谈恋爱了？什么时候？同学聚会上我就公布，给你一个惊喜，你快帮我挑选一下衣服。柳如烟，你的好戏在后面呢。前世中奖后，柳如烟就拉我去了很贵的奢侈品店，说我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就要好好犒劳自己。于是我听从她的建议，买了1万的鞋，3万的衣服，5万的背包。可没想到这次的采购却让我之后付出了代价。当时庄大成来找我要钱，翻我的背包时，他脱口而出：“你别弄坏了庄必凡5万的背包。”庄大成当时拿着那个包就去换钱了，然后也知道我能买得起5万包包的事情，他是一直都在给我挖坑的。所以这次我故意带他来大牌店，怂恿他试试。确实是人靠衣装，我不停夸奖柳如烟好看，但是看了看标签，高达8万，这价钱让人胆颤。他也在肉痛。要是我有钱就好了，我就可以眼都不眨的给我们班班花买单了。算了，班花，我们去大学城的女人街看看吧。我们班不是挺多女生在哪买衣服吗？听到女人街这个名字，柳如烟皱了皱眉，看她还是犹豫不决，我一脸卑微的
跟导购说话。这件衣服，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却抢先一步开口。这件衣服我要了。班花，你柳如烟拍了拍我的手，但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，无非是虚荣心作祟而已。毕竟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。我马上发了一张图片给我爸妈。8万一件的裙子，说买就买了，这什么家庭？同学聚会上，柳如烟一出现，果然就抢走了大家的目光。我特意穿得很普通，坐在没人在意的角落里。前一世我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柳如烟非要害我，明明她可以跟我结婚啊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在她眼里我不好拿捏，我有意无意透露出我想出国、想深造的想法，这无疑是花钱的，而且我还有亲戚的爸妈，这样她就没法用我的钱去随意挥霍了。再加上我们是一个班的，大家都知道我的家庭，对我下手，同学们就会觉得她是因为我的钱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大家都在小声议论。柳如烟那件衣服我刚查了一下，官网8万。我的天，她家里不是一般吗？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衣服呢？谁知道呢？万一人家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呢？说刚说完，门口出现了庄大成的身影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柳如烟却先我一步走了过去，拉住庄大成的手给大家介绍。这是我男朋友，大家不介意带家属的。大家纷纷摇头，表示不介意。我抬眼打量庄大成，估计是去借高利贷了，换了一身带 logo 的衣服，修整了面容，做了发型，站在那里还真有富豪的那个意思。人群中有人说道：柳如烟，你跟庄必凡本来就是同学，这下真的是亲上加亲啊。这句话对柳如烟很适用，所以他让庄大成去结了账。散场时，庄大成开着那辆租来的保时捷邀请顺路的同学回家，还真的有同学上来，而且一路上都在恭维他们俩。我坐在后排，看着车镜里柳如烟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嘴角，也勾了勾唇。飞得越高，摔下来的时候就会越痛。不知道柳如烟知道真相后会是怎么一个状态呢？好戏当然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看。我找了一个5星级酒店住下，但是青旅的房间没有退，每天我都会回去。有人问起，我就说我在图书馆通宵学习，准备补眠。所以当庄大成的电话打来时，我听到了满满的怒气。傻狗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我猜想庄大成是找保安闹过了，没找到我才会这么气急败坏。哥，你找我干嘛？柳如烟说你彩票中了5000万，钱都给老子了。我也料到了，柳如烟一开始接近我哥的目的就不纯，他不会直接问出口。但是当他看到我哥这段时间想花的钱，各种用网贷堆砌出来的繁荣，让他的怀疑落到心里。直到他们感情稳定后，肯定就会旁敲侧击的问我跟他开玩笑呢。他那几天都磨着了，我只好安慰他。再说了，他家里不也有钱吗？他跟老子分手了，不过老子也不是吃素的，每次都没做安全措施。庄大成带着我直接去了柳如烟工作的地方找他，不见庄大成就去他公司那，领导让柳如烟自己处理好再上去，无奈他只好在楼下见了我。上一世我也是这样，被庄大成找到了工作地址问要钱，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工作的地方呢？当然是柳如烟暗地里告诉他的了。庄大成打我骂我威胁我要钱的时候，柳如烟表面是在安抚我，其实句句藏着针。这次我也要让他试试背刺的滋味。看到我，柳如烟终于露出了狠毒的样子。庄必凡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班花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，不然你天天都念叨着。不过难道你是因为钱才接近我哥的吗？柳如烟闻言脸一阵白一阵红的，庄大成上去就要拉他，却被他冷笑着躲开。没钱的穷鬼，离我远点，恶心！庄大成被骂，一个巴掌就把柳如烟扇倒在地。柳如烟眼里包着泪水，爬起来就要走，我赶紧拉住他，我一手拉住他的手，一手推了推庄大成。哥，你怎么能打人？我要报警了！庄大成眼神不善，我马上护着柳如烟，你走远一点，班花这衣服可是8万买的，别给弄脏了。听到8万块，庄大成被激怒了，他一把拉过柳如烟，双眼猩红掐着他的脖子。好啊，老子给你的钱，你氪吗？去买这么贵的衣服，还嫌弃老子没钱？柳如烟被掐得脸都红了，我装作很着急的样子，马上跑上前。你放开他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他要是图你的钱，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。这句话，柳如烟既羞愧又不敢解释，毕竟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都开始拍照了，他不敢说自己心思不单纯，只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，甚至开始求我。庄必凡，救救我！救你？当然要救你了，不然后面怎么玩？我退出了人群，报了警。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打架斗殴，哥进警察局了。趁着我爸妈辗转进城的时间，我给家里安装了监控，然后我给记者打了电话。我要投稿民生素材，时下热点，地点在……庄大成和柳如烟进去了很久都没出来，天色快暗的时候，庄父庄母才提着大包小包赶来警察局。看到我在门口，庄母上来就想老娘是白养你了，都不知道护着你哥。我躲开了，装作很着急，说都说不清的样子。他们怎么回事？我结结巴巴的解释，就是你说给你生活费，还能买那么贵裙子的人。对啊，他自己说喜欢我哥的，两人都谈恋爱了，突然分手了，还骂我哥是穷鬼。我哥去找他，他就报警了。庄父脸色有点差，拿出烟来抽。他们家有钱，看不上咱们家也正常，更何况我们家还在村里，人家是城里姑娘。小贱皮子，床都爬上了，那不就是我家的人了？城里人都有脸有皮，正好我没脸没皮。然后庄母转头拉着庄父去说什么去了。我知道他们肯定在酝酿坏点子，就跟上一世他们也肯定这样算计我一样。我突然想到，或许当时柳如烟也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挺好，都是千年的老狐狸，看谁能赢了。这个时候，庄大成和柳如烟终于出来了，不过两人的脸色都有不太好，尤其是柳如烟，本来上班化好的妆容，本来给她增加贵气的衣服，现在都没眼看。她一脸憔悴，脸上还有泪痕，估计是警察问话的时候，两人起了争执，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对白。哎呦，我弟儿啊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娘啊，心疼死了，跟你爸赶紧就赶了过来。这个时候，柳如烟的爸妈也到，她扑到她爸妈的怀里就是哭。我躲在不起眼的位置，静静看戏。毕竟我那个一心想要给我哥娶媳妇的妈，才不会放过这个自己送上门的人。我打开了录像，却没想到我妈直接跪在了柳如烟爸妈面前。亲家，千错万错都是我儿的错。我一愣，原来用的是苦肉计，这对果然吸引了一些围观群众。刚好李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，可能是为了拍出真实素材，他躲在了人群最后。庄父也顺势一跪，把所有大包小包放在前面。庄父庄母本来穿的就很朴素，这样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谁知道柳如烟竟恶狠狠道：“农村人滚回去，别靠近我！”可能是庄大成刚才激怒了柳如烟，他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现在的他心态估计是快崩了。庄母当然没动，反而去拉柳如烟的手。如烟啊，你们谈恋爱闹脾气，阿姨都知道，但是小吵小闹就过去了。阿姨来就是给你家提亲的，你们不是都发生关系了吗？阿姨封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是我庄家的儿媳妇了。亲家，您家有什么要求尽快提，我们尽力满足。柳父柳母可能是看他们没有攻击性，刚要开口，却被柳如烟挡住。
住。他冷笑起来。21世纪了，不是跟谁上床就要结婚的，你们赶紧滚吧。庄母闻言，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，看起来真的很可怜的样子。庄母趁着柳如烟不注意握住了她的手。可是如烟，大成是真的喜欢你啊，就只交了你这一个女朋友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是跟猪上床都不会跟你儿子。然后柳如烟推搡了庄母，庄母顺势就摔倒在地，她在地上打滚，喊着痛。如烟，虽然我们家庭条件一般，但也养出了大学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柳如烟突然干呕了几声，庄母眼睛一亮，立马不痛了，赶紧爬起来摸她的肚子。儿媳妇，你怀孕了。亲家，既然都怀孕了，我们聊聊结婚的事情。你儿子就是一个穷逼，怀孕了又怎么样？我多的是人接盘。然后柳如烟拉着他爸妈就走了。围观群众散去。李记者回去的时候，我把之前柳如烟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以录制 vlog 为由拍的视频也发给了他。柳如烟或许以为他回家了就没事了，可我知道我那其他的家人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。果然，柳如烟很快上了短视频热搜榜。那天警察局门口的纠缠，整个就是一个农村父母卑微哀求城市女孩不要分手的戏码。要不说短视频会剪辑呢，柳如烟那短短的几句话就点燃了大众的情绪，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矛盾，还涉及到私生活不检点、男女关系混乱、嫌贫爱富等话题。真谢谢他的口无遮拦，给我还省下了买热搜的钱。趁着热度，庄父庄母和庄大成开始直播卖惨了。我想起了上一世，他们集体发声卖惨，说我中奖后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，说他们养育了我几十年，供我上大学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他们说我爸爸病重了，只求见我最后一面，不要我一分钱。而柳如烟呢，她把我给她的200万转账记录晒了出来，说要是我爸爸病重需要钱，她可以还回来。对比我的气压，她的形象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，这才彻底让网友们对我愤怒。再加上有人买了水军和热度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网暴我，人肉出我的地址，在我的房子外放上花圈，喷上红色油漆，房东赶我出来，刚好就遇到了来找我的家人，他们拉着我就把我带走了。没有人听我说的话，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这回柳如烟也该尝尝这种。庄大成晒出一张他和柳如烟的合照和给他花钱的账单，说他是真的爱她。庄父庄母老泪纵横，说全家为他准备好了彩礼，准备好了房间，他还怀着孕呢，希望他不要意气用事，有什么可以一起解决。他们还说庄大成虽然失业了，但是他们还有手有脚，就算是去卖肾卖血都可以赚钱养他们。笑死，庄大成他哪里有什么工作？这个家穷的叮当响，准备什么彩礼？但没关系，网友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评论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未婚怀孕哦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就是一个心机捞女想傍大款，但是大款失业了就想踹开的故事。关键是我们农村人惹他了，骂我们干嘛？我真的很少用贱女来形容一个人，但柳如烟真的素质低下，道德败坏。这还是大学生呢，别丢我们大学生的脸了。父母看着好可怜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说要赚钱给他们。柳如烟太恶毒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？这个时候，李记者就把我拍的 vlog 剪辑了放了上去，这真的就是坐实了柳如烟的所作所为。尤其是当时参加同学聚会的人也发了一些照片来证实视频的真实性。我作证，他们俩是自由恋爱，还跟我们参加过同学聚会呢。柳如烟当时穿了一件8万的衣服，看样子是庄大成买的。对啊，上一次庄大成还开着豪车来买单了呢。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是这种人，人家有钱的时候就跟人恋爱，人家失业了就甩了。上一世道德绑架我的人，现在都去道德绑架柳如烟了。网暴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我听说柳如烟家门都不敢出，而我所经历的各种送花圈、泼油漆这种事情都转给他去了，不需要我出手。庄父庄母带着庄大成就赶了过去，因为严重影响了邻居的生活，柳如烟一家被投诉的搬了出去，所以他们一过去刚好就碰到了全副武装出来的柳如烟。儿媳妇啊，你怀着孕呢，别乱跑啊，都是妈妈的错，应该给你们更好的生活。可是大成没工作也不是他的问题啊。庄母哭喊着就要过去拉柳如烟的手，柳如烟像是有应激反应一样转身就跑，却被更快一步的庄大成拦住了。如烟，你去哪儿？咱们有孩子了，别乱跑。你们现在生活受影响，不如到我们哪里去避避风头，等事情过了再回来，妈妈给你们转钱。这个时候，柳如烟的父母站了出来。柳如烟以为他们会说什么，但是很意外，他们却支持。如烟，现在这个样子，爸妈都不好出去工作了，你去躲的也行，我们到时候去接你回来。估计最近他们真的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网暴，也绷不住了。柳如烟还没有开口，邻居们七嘴八舌就开始了。再不去孩子都要生了，这家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人家儿子真的爱你啊，快去吧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你还未婚怀孕，以后谁会要你？去吧，都是有手有脚的人，现在没钱不代表以后没钱。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中，柳如烟被庄大成推到了车里。监控里，我看到柳如烟被押着进了那个一贫如洗的家，他们把柳如烟的手机抢了，下一秒，那件8万的衣服也被庄大成扒了下来。我看到他要去抢，却被庄大成一巴掌就扇倒在地。他要挣扎，庄母直接就按住了他。熟悉的感觉又来了，以前我要反抗，他们也是这么对我的。不过后来我学乖了，就能勉强吃个饱饭。不知道柳如烟能不能很快妥协呢？趁着他们忙起来还没想到我换了电话，在出国事项还没办好的时候开始了全国旅。但是青旅的房间我一直没退，毕竟我真的很怕节外生枝，所以这段时间我还注册了社交账号，假装在分享自己考研和打工的视频，营造自己是个没钱又上进的大学生形象。因为我时时想起上一世我被柳如烟坑的事情。上一世柳如烟自己注册了账号，晒的却是我帮我买衣服的视频和我大吃大喝的样子，晒我给她的200万账，营造我有钱就乱挥霍的形象。这也是最后没有人帮我的原因，他们顺着账号去扒出了这些东西，我彻底没神。想到此，我叹了一口气。遇到柳如烟这样的人，我上辈子确实是大意。感谢上天给我这次重来的机会，让我想好了每一步的报仇策略。我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一遍，不用担心没钱花的感觉真好。所以一时间忘了看监控。等在又一次打开时，我看到了惊悚的一幕：柳如烟拖着满身是血的庄大成丢进了我们家那个水井里，然后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全身都是血。可是他笑了，笑得很恐怖。随后他很快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拿着庄大成的手机就跑。等他走后没多久，庄父庄母回来了，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吓傻。哭
天抢地，然后跑去水井里捞尸体。只是捞的半途就遇到了上门催债的高利贷，几人起了冲突，然后那波人失手把他们打死了。庄大成刚捞上来的尸体又被一起扔了进去，我默默关掉视频，然后保存了下来。看来是要回去一趟青旅店内，没想到先找到我的是柳如烟的爸妈。庄必凡，你知道如烟去哪了吗？以前每天我们都跟他打视频的，这几天没打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。每天打吗？对，说身体不错，等过段时间就回来。他们还真有手段，能让柳如烟都没胆子跟自己父母求助。可是跟我没关系了，上一辈子柳父柳母没得罪过我，也不打算动他们。或许产检去了。柳父柳母前脚刚走，后脚柳如烟就来了。他衣衫不整的来到我住的青旅门口，当面看他就像是老了10岁一样。因为有保安拦住他没进来，所以他就在外面一直等我。我刚好要出国了，回来退房，不然估计最后一面都见不着。他的眼神就像是要杀死我一样。看我们在对视，青旅各种来往的人不断的朝这边看。庄必凡，都是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柳如烟，我听不懂。你故意说钱在你哥那儿，故意引导我去接近你哥，然后策划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柳如烟，我根本没告诉你我哥的联系方式，是你自己拿着我的手机去加的吧？又是你自己去买的衣服吧？是你说要给我惊喜，在同学聚会上公布恋爱消息。做人要讲良心的，柳如烟，亏他之前找你，我还维护你。就是你报的警，如果你不报警，我就不会被带走。好奇怪哦，那天在公司楼下我还问你是不是因为钱才跟我哥在一起的，你自己不承认，我还以为你遇到了真爱。另外，不是你自己让我救救你吗？庄大成那么壮，我不报警难不成被他打成肉饼吗？柳如烟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变得恐惧和害怕。她应该是想起了庄大成家暴她的事情，有应激反应一样伸手去摸自己的手和脸。我看到了，她的手上全是疤痕和淤青，估计在看不到的地方，柳如烟身上还有更多疤痕和淤青，但脸却没有，估计是为了应付柳家父母。但我没有心疼，因为上一世是他先把我关在家里的，是他说要去城里结婚，然后假装不经意的忘了家里还被锁的我，导致我被饿死的。是他在我魂魄要消散前说把我砌在墙里，自己家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庄必凡，你为什么要推我进火坑？明明我才毕业有更美好的人生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柳如烟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喜欢你了？该不会是谁有那5000万你就喜欢谁吧？似乎是被我戳穿了他的小心思，柳如烟脸上呈现出十分精彩的表情。不过我没兴趣继续看了，我要抬脚走的时候，他又癫狂了。是你中了那5000万？路过的人停下了，我转头问了青旅一个还算熟悉的人，他说我中了5000万，你说可笑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天天都在图书馆看书考研，吃穿都很节省，还去兼职打工。我要中奖了，马上好吃好喝安排上来。柳如烟的脸色白了白，我一脸玩味的看着他。为什么你对我中不中奖这件事这么执着呢？因为那是我的。好可耻好强盗的逻辑，明明提议去买的是我，彩票先选的是柳如烟，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没选中那张彩票埋怨自己运气不好，反而是埋怨我抢走了他大奖。我跟这种人根本说不通。但是呢，既然他时日不多了，我不介意再刺激他一下。我看了看他后面的人，用很小的声音说道：“柳如烟，那5000万确实是我中的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什么都没得到，还杀了一个人。”庄必凡，我要杀了你！就在柳如烟拿出刀要冲过来的时候，一群警察出现在他身后。柳如烟是吗？你涉嫌故意杀人罪、蓄意伤害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柳如烟的刀就悬在了半空中，这下真的好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想逃都逃不了。尤其是当警察说他故意杀人时，他的表情明显慌了。柳如烟估计还不知道我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，早在我知道他跑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找人盯着他。果然他逃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报仇。可是我早就知道了动静，提交了视频报了警，都是重生一次的人了，还能这么傻吗？而上一世我输就输在对人性的恶没有了解，所以这一次我就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去监狱里看柳如烟，不过她没见我，但听说她在里面过得很惨。我走出来看着阳光明媚，真好，没有恶毒的家人，没有觊觎我财产的绿茶婊。这一世我掌握了主动，拥有了财富，让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。迎接我的是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